大家好，欢迎收听现实肤浅。我是第一次坐飞机连安全带都不会扣的别笑。我是第一次到外地找不着路却又不敢向本地人开口的 Iris。 请问你现在会系安全带了吗？会了。那你呢？我觉得你现在应该不怕随便问张口问路了吧？不怕，这个大不了别人不踩我呗。不踩我再问一个呗，谁好看你就问谁。今天我们要聊一些关于紧张的话题。对，就像刚才我们的那个第一次一样，聊一些关于就是尴尬的往事，莫名其妙紧张的情绪。我是看到你前几天更新一条微博说还记得什么第一次去麦当劳肯德基，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什么买地铁票啊。我是看到有人发了一条微博说他在逛 B 站的时候发现有 UP 主在做一些很日常化的视频，就是在任何的生活场景下教你如何干嘛，比如说可能有教你如何乘坐高铁转机或者怎么样，就是一些非常生活场景的事情。他当时下意识的反应是，都这个时代了，怎么还会有教这些很基本的东西的视频在，就感觉下意识会想到这是个人人都应该知道和了解的你该具备的生存技能或者是生活常识。但是转瞬他又他可能看了很多视频之后，再看到下面的留言，他突然有一些反应过来，或者可能有一些醒悟过来说自己怎么会有一种城市病的那种感觉。就是他太也是我们会经常遇到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有一点点自以为是，觉得这可能是大家应该日常人人都应该会的东西，但不是的。我们可能太把自己就感觉是你曾经也是这样的人啊，等你自己会了以后，你反而怎么能高人一等的感觉，而忘记还有很多人其实还没有接触到这些。所以这样的视频或者这样的 UP 主是很有存在的。然后他发这样的一条视频之后，我就突然想到了曾经我也是这样，如果那个时候就有 UP 主来做视频教大家如何坐飞机转高铁去医院，对我这种社恐人士来说就真的是太友好了。就是郭敬明当年写《小时代》的时候也没说怎么去上海问路啊。对，是不是人家就已经很轻车熟路了。那对，我就想到就我刚刚自我介绍里面的坐飞机系安全带，我印象太深刻了。我不会扣那个安全带，扣上了以后我不会解开，扣不开。对，我说然后勒紧了松不了。对，我又不好意思问，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没有见过世面，怕别人笑话我坐了飞机上怎么连安全带都不会扣，我怕我问还会全世界都知道了，就是他第一次坐飞机。我当时我一看到这个是微博，我特别感慨。我就说那个时候那么胆小，然后没见过世面，但是又怕闹笑话的我能记一辈子。但说实话，你现在想一想，这些技能其实就会了，就会了，就慢慢就会了。其实是慢慢的。现在看好像上飞机嘛，安全带系上，有的时候是空姐提醒你，都没想起来。对，但可能就省了你一个也很正常。就是当年的确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可能的确就是不会，除非他从小可能一直有旅行飞机他会，否则的话大家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可能都是，对吧？那第一次上飞机餐的时候，每个菜都吃完了，吃的干干净净，哇，还有酸奶。然后后来就是你坐飞机多了，你就会跟他说，不用，给我点水就行。我睡着了以后不要叫我。对，你就会觉得就谁都是从那一步过来。就现在我们也还是有很多很尴尬、很紧张、很不知所措的时候。对，现在我们也有紧张的时候，无论你到哪一个阶段，你都会遇到一些未知的情况。你说那个第一次坐飞机不是系安全带不会吗？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第一次去非洲坐飞机，忽然飞机起来了，就是全机鼓掌，给我真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飞机是满员吗？
差不多就是大家都在鼓掌，然后落地的时候也要又是全员鼓掌，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是鼓还是不鼓呢？我要不要融入他们？他们好高兴哦！我当时觉得哇，还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也坐过好多次飞机了，可是呢，我从来没有看到全程一直在疯狂使用手机的人。因为你在国内坐飞机就是好多年前还没有开飞行模式，是的，要关机嘛，还是那种老手机时代，否则你的某个频段可能就会影响飞机。然后有一次在法国还是在哪儿，坐在飞机上，有一个老外从上飞机就开始忙忙碌碌的，就是一直在按键，到中间他还在按键，然后我们的飞机颠了一下。我就觉得是不是他发了那个手机的信号把我们飞机给干扰了？我就特别想向空姐举報，但是我的英语法语吧也不够，就是 excuse me， 我要怎么说后面啊 pardon， 就感觉当时也不知道，很不知所措哈。后来近5年嘛，忽然国内也开始就是说只要你开飞行模式就行了。你用 iPad 也没关系，你敲敲打打也没关系。你忽然知道，原来当时那种紧张了整整一路，就是始终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空难的那种心情，完全毫无必要。他那手机要能有信号，那手机还是怪不错的。但那个真的好真实啊，那种紧张感，其实就是那个时候你会有一种未知的恐惧，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是又不敢说。对，后来呢你想想其实也就过去了，你恐惧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第一次点麦当劳不会点，什么星巴克喝咖啡不会点，不知道什么中杯、超大杯，我想点个小杯咖啡，他告诉我你点的是中杯吗？我就把我问懵了。Tall Grande 和Venti，这是什么语？为什么我学了好多年英语，我怎么都不太认识？我还认识这几个单词了。我那天听那个说，星巴克的数量是比那个麦当劳、肯德基要多的。但是在我印象里，我觉得好像麦当劳、肯德基先到我们那个就是3线、4线城市。是的，没有看过星巴克，至少是省会城市才遇到星巴克，那是以前哈。对。我第一次在巴黎点咖啡就闹了一个特别大的笑话。我只管人家要了一杯牛奶。你怎么点？我只点呢？只点了一杯 latte，然后应该是那个牛奶咖啡，应该是 coffee latte， 但是我只点了一杯 latte。但是你在国内说这个词，大家是懂的，你应该点的就是拿铁。所以我至今都记得店员很震惊的表情，一再跟我确认，你只需要一杯牛奶吗？你只需要一杯牛奶吗？你需要的是牛奶吗？我也很震惊的看着他。是啊，那要不然呢？对啊，要不然我要杯水吗？最后端上来一杯牛奶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我点错了。你后来又点了一杯吗？没有，就不敢了，怕又再出糗。好多这样的事情啊，就算你会一门通用语言，比如说英语，在当地也不一定能够管用。第一次出国，有一次在哪个机场想中间买点东西吃，有一点不知道怎么买，我记得好像是那个就是那个薯王，那个叫什么大薯条，那个叫什么汉堡王对，Burger King 啊 Burger King，在某一个机场 Burger King 不知道，因为就是比如说现在的高铁站，它的肯德基、麦当劳也是只是套餐卖，它不单点，所以我们当时转的那个机场，它也是比较贵，但它只是套餐卖，你不可以单点。如果你跟他说我只要 chips 或者是只要是什么 burger， 他不卖给你。所以在当时我觉得就是可能原来我还不会点餐。我真的不会点餐。我在国外刚开始的时候也不太会点麦当劳、汉堡王的他们的那种点法。就是要点套餐嘛，各种不同类型的套餐。我第一次的时候也是不太会点，包括就是我当然知道那个就是那个番茄酱，是 ketchup，但有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想不起来，就 tomato sauce 啊，当时会觉得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那一刻脑子里面单词都蹦不出来，就是 ketchup。你想要张餐巾纸哈，就是那个纸巾什么的，你当时想不起来 tissue 这个词。你就跟他说 paper， 你呸啥喷啊？呸个啥喷啊？我们第一次在酒店的时候，应该是个民宿，在民宿里面找那个服务员要
浴巾的时候不会说浴巾这个词，当时用了一个非常直截了当的动作，我要一个抹胸，瞬间就明白了，就我嘴巴都没有张开，你就给他那个比划比划，而且不是我比划的，是我爱人比划的，他比划浴巾比划的是自己抹胸就好多这种事情，包括就是在国内哈，我记得比如说在北方啊，有的时候你去吃饭，他会给你一个碟子，骨碟，一个碗，对吧？一般碗我们是拿来盛米饭或喝汤的，然后我们的菜就放在这个碟子上，骨碟上，是不是？这是我们在北方吃饭的普遍形式。但是在南方，那个骨碟下面的碟子是用来放骨头的，绝对不能放任何菜，那是放垃圾的。就你吃的菜是要放在那个碗里面的。如果你要再吃饭上主食或者喝汤，他会再给你一个碗，他那个碟子绝对是不能拿来放吃的东西。对，但在北方咱们是直接把吃的菜啊什么就直接就搁这个盘上，我就觉得是随意放的。对，垃圾和食物都在这个盘子上，对，反正是自己的嘛。是因为我以前在南方嘛，江南我们那边是那么吃。来了北方之后发现原来这个吃法，结果习惯了这么多年了，习惯了。再回去的时候，再回去哈，或者是去跟有些南方的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就看我就是这个东西不能这么吃啊，然后搞得我有点紧张。我说啊，那这个是怎么吃啊？一想的确我小时候也是一个很讲究的人。你的怎么了？我怎么越变越垮了呢？你是什么意思？我没有什么意思。我现在自我认知是个北方人。但那刻觉得哎呀，真的好那什么。包括北方的麻辣烫是没有汤的。北方的就我现在吃的主要的麻辣烫，它主要都是菜烫完了给你一点，下面只有一点，或者上面给你撒点芝麻酱拌的那种。是，但我原来在长江以南安徽的那边，我们吃的是麻辣烫，里面是有就是那个汤汁是没过麻辣烫的。我在老家也是吃有汤料的麻辣烫，就类似于火锅味儿的那个汤料，然后是菜在里面，就腌入的。我说实话，就是我只有在北京才吃到拌着的麻辣烫。对，就是我从来不知道这个叫麻辣烫，我说这不就是烫菜吗？对，但是所有这边人都这么吃。然后所有人吃什么东西都要搁芝麻酱。对，我每次都是首先说我不要麻酱。对，我都不知道要麻酱干嘛，但我又觉得吃凉皮竟然要麻酱，大家都吃，我不吃是不是也不太好？然后又怕格格不入，又怕显得你特别。那个时候就特别学会了特别会察言观色，就是先看别人怎么点，怎么吃，怎么要求。是好多那种就是不敢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也不敢往前。就是问问别人，就是记得你第一次吃西餐，你哎呀，你记得里边左手拿啥，右手拿啥，左手要百度搜一下啊，或者是我就会观察周围的人怎么吃，那一块餐布是挂在胸前呢，还是铺在你的腿上呢，还是压在你的碗碟下面呢，都会露怯。尤其是前几次去吃的时候。后来我有一个方法记住了，就是一般人不都是右手嘛，比较有劲儿，右手拿刀，为什么呢？因为右手有劲儿，所以它能切。所以我每次就是这么记它。如果你要去南方就比较稍微档次高一点的饭店，它有时候会给你准备从里面到外面就是不同的筷子，有一双是公筷，有一双是自己的筷子。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该用哪个筷子，我就开始看别人先用什么筷子，然后跟着别人学。后来想想，其实也可以问一句嘛，就是你们为什么有2-3双筷子啊？就是我应该怎么吃呢？对啊，你金银铜还是怎么回事？就是应该怎么用之类的。可能现在脸皮厚了，就没那么害怕问了。对，现在真的是脸皮，就算说脸皮厚了，也不太害怕。第一次去哪些地方不会吃，那我就直接开始问你这个怎么吃，你告诉我一下。前2天我和一个那个朋友，景德镇的朋友，我俩去逛了一次芳草地商场，就北京一个比较高档的商场。因为他是做瓷器的，我俩逛商场的时候就进去看了很多瓷器和卖那种家居用品。我俩进了一家店，就是拿了一个杯子起来看，他在跟我说，他说你看这还有模具的那个印儿什么的，店员隔得特别远，说了一句1500一个，然后我俩装着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俩继续在那看。
他紧接着他就过来，他戴上了手套，开始擦这个杯子。然后我当时的第一反应，要我以前肯定就紧张了，我就赶紧走了。但我那不，我说你们现在每一个就是杯子都要擦，那为什么其他的杯子上也都有指纹啊？还是你只擦这一个呀？然后店员说没有，就继续擦那个杯子。然后我就继续看，我俩每一个杯子都摸一遍，该摸就摸，就是你要是告诉我都不能摸，没有问题，对吧？可能我俩看上去不像会买1500一个杯子的人，所以他会说出这种话。我觉得我也能理解他做出这样的行为。我们理解的太多了，我们不能理解这些人的做法。但是我就反问他一句，我说是只擦这个还是都要擦？你看那些也有，但我以前肯定不行，我以前对我以前肯定脸就红了，就赶紧走吧。现在我不走，虽然我买不起，但我敢看又不要钱。不让我看，你这店开了，我就是让我逛的呀。就是你又没说不让我验下存款才来看了。你这店难道是只能买才能进的话，你最好立个牌子。是，但就是经过这个事情那一天，我忽然觉得，哎呀，我是真的长大了，脸皮厚一点就可以。我是真的长大了，我是真的有底气了。虽然我买不起，但是我看的底气真的是足足的。以前我家里人说我特别的内向，胆小，不敢在人前干嘛干嘛。后来这几年呢，他们说，哎呀，我现在变得可能说了，你变得可能说了，你也比较，就类似于就是你从内向变得很外向了，很外放了，然后你也会很主动的跟别人去沟通什么的。后来一想，不都就是被逼着自己要面对任何事情，就锻炼出来了呗。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公众演讲吗？我记得，我第一次公众演讲是什么？应该是在中学的时候吧，但是太大的印象，选班干部，我忘了，太具体的细节我已经完全记不得了。但我记得我特别讨厌演讲，那我有可能就是我演讲的时候确实不是我很舒服的时候，因为我到现在特别不喜欢的2种形式，一是演讲，二是辩论。就是这两个，就是包括现在我也不喜欢看关于演讲和辩论的东西。我感觉我在人前会特别紧张，一紧张到别人明显能听出来你是在紧张。我也记得，就是因为我可能也是中学的时候可能有过班级或者是年级的那种就讲话的经历，演讲大赛啊之类的这种比赛。但是你上去的时候你会紧张，手开始冒汗，不知道手该怎么放。对，脸啊就是会忽然热，你会感觉耳朵发烫，你就知道脸应该红了。当你开始说话的第一声会哑，有的时候音就会破掉。对，说着说着就会就整个人就陷入了一种我在干什么？我在哪儿？就那种状态，声音会抖，就尤其是你说语气词，就是然后这样的词的时候，你的尾调稍微拖的时间长一点，就能听到那个颤音。解决它的方案就是把声音说的再大一些。如果在台上，比如说你要说什么东西，你要发言，你要讲话，你在参加什么比赛的时候，台下坐了很多人，你当时你的眼睛是盯哪一块？盯我的稿子。不是，如果你就真的是要面向下面的人，我会盯着远方的一个就是物件，往后面集中盯一个地方。我也是这样，因为我害怕跟大家有目光接触，我一接触我反而就不知道我该说什么了，然后我会特别在意他的表情。如果他的表情是那种这个人在说什么的时候，我感觉我可能当时就下不了台了，所以我一个人的脸色都看不了。我就是做翻译嘛，有的时候跟大领导在上面的时候，下面比如说有好多人，如果是我拿手持话筒，我就没有办法就是做笔记，就完全就是听啥翻啥，我的注意力就会高度的集中。我就会努力的在脑子里面有一个那个纸，就记领导讲话的东西。你那个时候就应该不，那一刻下面的人就不存在了。对，有一次下面可能有1000把人吧，但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脑子里面我只记得他跟我说的什么，我现在努力的在记。有一次是我有稿子，领导之前的讲话已经给我了，所以我已经翻译完了，我只要照读就行，我就不用现场翻。但是那一次因为领导说的时候啊，我就知道他会说啥，我就会眼神飘一下，看一下下面人的反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下面的人，虽然我谁都不认识，但我脸忽然就红了。我再低头看我的那个稿子的时候，我讲话忽然抖了。其实这个翻译啊，我已经
文字都出来了，我就只要读出来，只要跟着领导断句的地方把它正常读出来就行。但我那次讲话我记得特别的清楚，我的讲话的时候声音一直在抖，甚至就是领导会看我一眼，然后感觉出你的不对劲了。对，我会看着我的稿子，我感觉到他在看我，然后我就提醒我自己不能再在他讲话的时候看下面了，赶快看稿子，专心专注一下，就必须要把那个收回来。对对对，否则的话只要我看一下，我整个人就会紧张到一种我需要自己拽自己的裤子，就捏自己一下，掐自己一下，就是回来这个状态。可能是因为我们也不是天生的这种公众演讲的性格，没有太多这种机会哈，所以还是会有点那啥。我想起来，我之后能够慢慢的锻炼，就是自己不再那么内向，或者是缩头缩尾，永远缩在后面的时候，是上大学当主持人的时候。对，各种大小文艺汇演，就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是穿着那个大礼服蓬的婚纱的对对对，就什么一到什么129大合唱比赛啦，新生的文艺汇演啦，毕业生晚会啦，或者是某几个节日的，哎呀，盘着头，然后给你化妆，台上很亮，然后台下一暗，你们大家就要把那个劲儿拿出来，因为当时的那个主持风格还是很官方的那种，就是 尊敬的各位来宾的那种感觉。我理解啊，就感觉就是那几次就把你锻炼出来了。对，只要你适应了，只要你1次2次适应了，甭管就是说到底做的有多么优秀，或者是到什么程度，那些其实都不是太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每一次能上去。是，而且只要那么1次成功，你的信心或者是就会加一些，然后你下一次要是再做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你至少有了很多底气。就算你紧张，你也会找一个方法把它给自己给它遮掩过去。你说错了，其实也不是很担心，对，就救一下场。对，这种想想就是你逐渐变得完整或没有那么慌张，是因为你见了更多的东西。可是我们都是从那种最初的慌张起来的嘛。我觉得最难忘的那种感受，对于恐慌和面对未知，其实我觉得咱们俩有一个挺像的地方，就是面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未知的事情，会提前但产生出来很多恐慌。我感受最明显的时候是去医院，尤其是自己去医院，从挂号开始到看病这个流程，我在没有去医院之前，哎呀，真的要做好久的心理建设，甚至有的时候我会说，我宁可沉浸在这种痛苦里面，我也不想迈出那一步去医院。就去医院对我来说是一个，就是你还不让我加班呢，就那种感觉，我就是不想去医院。但是只要你从家里迈出去了，你到了医院那一步，你就感觉有无形的手啊或者是什么催着你往每一个环节去走。比如说你先去挂号，然后你再去领什么东西，你再到科室面前去排个号叫个号，然后你等着去看病再去拿药。有了那一次，我就突然感觉事情没有我想的那么糟，对，也没有那么难。我到了那一步，我硬着头皮我也去问各种，比如说护士台的护士啊，或者是志愿者呀，再或者你身边你觉得你看这个人能问一下，你就问一下他，我这个科在哪儿走，是有很多人会帮助你的。谁都不是生来就会，而且不同的医院和医院的配置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比如说中日友好医院，对吧？它怎么挂号的流程和协和不一样，和可能有医院又不一样，也不一样。对，所以你朝阳医院也不一样。对，你都得看一下它的那个分布图，怎么找。我每一次到了那个医院以后，找住院部和找门诊，我都是一件令我特别头疼的事情。我一问，护士就会说：“您往前走。”走到头，左拐再左拐，我就快记不住了。我说什么叫再左拐再左拐？我走到哪儿左拐？然后我每一次，哎呦，就是这一点，在去看病之前的压力特别大，反而比看病时的压力要大。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我前几年有一次查那个，我有一次是咳嗽，咳到特别严重，挂了个急诊，医生说你顺便查一下那个，拍个片子。拍了片子之后，医生说，哎呦不好。你这个上面有个阴影，这怎么搞？这个你明天还要再去复查。
我第二天我特别不想去复查，但他说这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东西，你还是必须得查。所以第二天我又就是把片子拿过去，中间就是因为你是之前一天的号，你怎么样去挂，怎么样去把片子在急诊科当时出片子好像是他可以看到一个图吧，第二天等于你要取片子，然后再去到住院部请人去会诊，然后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在垂杨柳医院那个医生说控麻是个不好的东西，是个恶性的，你要开刀。我当时就是刚毕业，应该也是刚入职场不久吧，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人在北京忽然有一天有一个跟我说你长了个东西可能是癌，就是不好的东西。哎呀，我那一刻我就觉得完了，我不会要死吧，我不会只有1年或者是半年的寿命了吧，我觉得特别无助。而且他说你这个就是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不好的东西，你尽快办手续吧。我那一刻我真的特别崩溃，然后我给你打电话，然后给小杜鹃打了电话，我又不想哭，但我说万一我死了总要有人知道吧，因为现在你又没有确定，我又不能跟我家里人说让他们马上来，所以我就给你们打完电话，稍微的就是做了一个遗嘱，就万一我有什么事儿，万一我真的立刻就要手术，你们做个心理准备。紧接着我的第二反应是我特别紧张，我从来没有去过中日友好医院，我平时也不打车，就一般都坐地铁嘛。那天打了一个车，应该是在车上掉着眼泪，一边哭，一边跟你们说的，应该是跟你打电话，在出租车上哭着说，我可能长了个不好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会那什么。然后出租车司机看着我也觉得我特可怜，就是说，我给你开快点。那天因为是下午，快要他怕如果那天挂不上号，可能又得耽搁，我就特别想知道结果，就赶紧去中日，等于是当天挂上号，当天给他确定一下嘛。那一路上的心情啊，到我真的去医院里面挂号，我觉得每一步走起来特别沉重，我感觉我死定了。后来是一个结节，这几年发现结节很正常很多，但是当时那个的确是比较大，就是从那种特别慌张，一个人在医院里面，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医院，也不知道哪个部对哪个部，脑子里面完全是我可能是不是不行了那种状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社保卡就是觉得都不知道该往哪插，就是对，还要去 CT 室，还要先扫号，然后再叫号，就所有的东西，我又必须在短暂的1到2个小时里面全部搞定。那一刻觉得好无助，而且你会觉得那一刻就只能你自己承受。我觉得就算是死也是我自己一个人死，就那一刻真的是无论你说给谁，我反正是有这样的感受，无论你说给谁或者分享给谁，别人给了你很大的力量或者是帮助，但那一刻我就还是觉得那一刻的感受就只能自己去承受。我都开始当时在想我的遗产要怎么分了，然后把那些书的给别校吧，然后那个什么衣服给谁吧，分算了。当时都开始想这种，但是那一刻紧不紧张？紧张呀！就包括我现在每次体检，我心里都有点紧张。我有时候特别抗拒体检，我就是在体检前特别的抗拒就说明你在害怕嘛，你总害怕你体检的过程中发现了什么东西。当时我有一个同事，就之前一个同事会跟我这么说，他说的确实很有道理，但我还是没能太做到，但我觉得这个话有道理。他说你就去检查嘛，你检查就有2种情况，一个是你检查了没有什么问题和以前一样，二是你检查出了问题，那么就是解决它，那你就去解决它，而且这个时候就是发现这个问题是最及时的时候，你就去治疗它就好。所以就是反而是一个及时的事情。你要这么想的话，你就不太会再抗拒体检，因为你提前预设的那些东西纯属消耗你自己的精神嘛，就或者消耗你的情绪，你还不如直接就让它来。就2种情况，一个是跟以前一样，二是发现问题并解决它。是经过那一次就医之后，我忽然觉得紧张也没有什么用，反而就是你就奔着那个目标去，后来把检查，这样你其实之后再去医院，你就不会有那么恐慌了。你之前至少你不会在去医院之前就已经紧张到影响了正常的生活节奏。我现在想想，医院其实对老年人不太友好，因为流程特别多，需要机器操作的地方也特别多。我经常能够在
各种分诊台或者是在挂号处会看到一脸茫然的老年人去问我这个怎么不合适了，我那个地方怎么办不了。那护士或者是医生啊，工作人员，他们每天要接触的病人实在是太多了，他们根本不可能1对1的给你每个人停留出5到10分钟的时间去解决你所有的事情。所以我有时候是觉得有些地方戾气特别重，就是咨询的时候戾气会特别重，有的时候又觉得哎，老年人确实有点可怜，很无助。我每次带着我爸我妈看病的时候，我之前压力会特别大，我会特别紧张，我就不知道我会当天遇到什么情况，那种紧张甚至超过了他们身体的病痛的那个程度。因为他们身体病痛我是了解的，我知道他们身体状况，但是我预估不了我带他们去医院遇到了各种突发情况。在决定带他们看病，已经挂上号等着去的后的那前1周，我就感觉我每天都心不在焉的，然后就感觉自己心头就那个心事啊，已经装满到就在你的那个喉咙处，就马上就要出来了。到了医院，带着他们看过1、2次病之后，就熟了以后，无论再带着他们换不同的医院，因为比如说你刚说那么多家医院，那心脏的话，安贞和阜外又是2套不同的体系，你又要重新的建档办卡。你外地的来的，你的医保，而且你就算有了，他有的医院要求你建一个他单独的卡，对，要建档，要什么再重新建立你的病历档案。这个时候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我会自己跟自己说，哦，那无非就还是到了现场一步步问嘛。对，我来一个解决一个，我来一个解决一个。所以我有时候也会安慰我爸我妈，就说没事，到了一个新医院你就跟着吧，不行就问呗。你第一次去环球的时候，不一定是环球，包括迪士尼，你第一次去这个游乐园或者这个很大的一个，大家好像都对这个地方很熟，一进去他们都知道往哪儿冲，轻车熟路，怎么操作，怎么弄。对，然后比如说去颐和园，谁就是怎么他们就往左走了呢？他们怎么就知道往左走了呢？他们要去哪儿？然后你到了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足够的就是提前的了解，你第一次来，你也会很懵。我要不要去排这个啊？这个要排多久呀？这个景点不会走了之后那道门不通，我就一直往另外一个方向走，越走越远，不会吧？我们就是特别擅长胡思乱想，然后给自己预设很多困难关卡。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游乐园，你有时候你环球走一圈，你才会发现哦，也不大。我做游乐园的各种游乐设施，那个安全扣和安全带，我有的时候也特别有压力，就不知道该怎么扣或者是该怎么系。为什么别人的就很自如的推上去了拉下来了，我怎么就卡在那儿纹丝不动呢？我每次去游乐场之前，或者是选择做哪个游乐设施的时候，我心里还有这样的负担，就是害怕自己的那个座位有问题。对，就觉得好像倒霉的可能就是我。对，而且就别人都没有问题，对，就独独只有我有问题，只有我自己有问题。这个心理阴影就一直埋在自己的那个潜意识里面，然后每一次你到了那个地方，或者是被触发到这个场景，一触发到就好像一激活，你就又想，不会吧，不会这次又是我吧，不会我就这么倒霉吧。你说的那个微博，我们其实人还是挺健忘的，已经忘，就如果要不是特别去回忆，都忘了自己当初是多么的慌张，而且忘了当时是怎么过来的。现在只会很轻描淡写的说这些事情都会的啊，都会过去的，我们都是从那个阶段过来的。哎呀，现在一想那个阶段是怎么过来的呢，也不太敢想。即便是到现在，我每一次出门我还是会紧张。然后这一次我为什么又可以说到这个事儿，就是我又要出门，然后这次出门算是就是时隔几年后第一次出个远门。哎呦我的天哪，我现在特别紧张。我跟你聊这个其实就是想缓解一下自己紧张。虽然我发微博说哎那个时候都会过去的，你每次紧张都会过去的，但是我现在还是特紧张。我紧张的点就在于我有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再出去旅行过。这一次突然间你要准备收拾行李，或者是准备你去出国之前的任何东西材料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
还是挺喜欢陷在自己熟悉的那个生活节奏里面，舒适区里面。我害怕去走出那一步，但我又十分渴望我能尽快的恢复到以前的生活状态。我要出国，我要出去，我要出门。哎呀，就这两个感受互相拧巴在一块儿，以至于就到现在我还没有收拾行李。其实你马上就出门了，我马上就要出门了，我还没有收拾行李。你就是想拖一拖，我都不知道。我在收拾行李的时候，打开行李箱收拾行李，我先给自己备忘录上写了一条，就是督促自己，我说老说人要有松弛感，做人要放轻松，那就先从收拾行李开始吧。每一次收拾行李的时候特别的纠结，就总感觉那个时候才发现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纠结，难怪你活得那么累，难怪你不轻松，没有松弛感。就是我在收拾行李的时候，我就总觉得会少一样东西，最重要的那样。对，或者是说，哎呀，我必须要带这个，不带这个出去会是我的遗憾。但其实每一次我都犯同样的错误，我每一次的行李里面总有我用不到而且还占地方的东西。那你还好，你是多了。我经常是化妆包里面缺一个，比如说卸妆巾，我有缺一个什么，就是最重要的眉笔。我每一次出门绝对会忘带一样东西，而且是我要常用的，经常会发生在那个化妆的时候。对，我有一次是直接忘带了粉底液。对，就不知道，哎，我明明记得我为什么要拿两个口红？那个时候，那种对，那个时候你反而紧张了，你才会漏掉你日常生活里面最常用的那一套东西。如果我在日常的生活场景里面化妆，我是绝对不会漏掉任何一个步骤的。你总知道你该画眉毛，该涂粉底液，但是我一到出门的时候，我竟然会漏掉最重要的粉底液或者是眉笔。我连眉笔，我的眉毛这么重要的东西，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笔，我反而忘带了。但后来我每次带着这样的这种心思到了一个目的地，发现我没有带东西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会跟自己说，你可能会把这一趟旅程搞砸了，因为你从一开始你就少带东西了，或者是多带了一些很不必要的事情。然后后来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爱人就说，哎呀，没事啊，如果你忘带眉笔了，你去底下的商店里面再买一根就好了。对啊，就你回头一想，是其实没关系，其实根本没有关系。有些是你没有带的东西，你再去买就好了，你再补一支，总能够应急。大不了今天不化了呗。对呀，那又有什么关系？放松下来，你就不化妆了嘛。反正你是出去玩嘛，出去玩你就放松的玩。你出去的目的不是去了一个地方化妆，而是你是出去玩的嘛。就这几年吧，我忽然理解了为什么《哈利波特》里面格兰芬多是主角，因为是勇敢，因为斯莱特林代表了就是智慧吧，就精英，对吧？他们是就是很优越的，他们很厉害，还有代表耐心。为什么勇敢是就是说是哈利波特那部书里面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最珍贵的品质？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在想啊，我的分院帽应该是哪儿，把我分到哪个院？但事实上我们都是麻瓜，我们甚至是根本就不属于这4大院，好吗？更不要说我们是高贵的斯莱特林还是什么，我们什么都不是。其实勇敢迈出第一步是你往前走的最重要的东西。对，我前几天我一个朋友我们两个在分享就是新年该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的新年计划是想继续再去读个书，然后选一个专业读个书。然后我跟他也说了一下，我可能也想就是再学语言，或者是重新再捡起来再学。我很惭愧，后来有一天令我很惭愧的是，后来有一天他跟我汇报了他的进展。因为是新年计划嘛，我没有想到他进展那么快，他已经定好了他要去读的学校，而且选好了专业，并且今年的秋天就要入学了。然后他突然问我，那你呢？把我问住了，说惭愧呀，我说我还没开始呢，我说等我可能我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方式的话，我可能只能等到我出国回来，我才能够继续恢复之前的那个节奏，再重新捡起来。我说这个拖延症啊，这个懒呀，我就这么说。然后他紧接着跟我说，他说有的时候啊，我们开始做一些事情都是稀里糊涂的就把那一步先迈出去了以后缝补啊，哪里缺一块你就补一下，哪里弄一下你就修一下，反而这个事情就慢慢的在缝补中就完成了。但是如果你总在想
我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做到一个完美的开始前的一个完美的准备，那么你永远都开始不了。其实说的特别对，就是那第一步，我不知道你之后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做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勇敢的第一步，让你想，哎呀，我都不知道我之后得做成什么样，要不然算了吧。是，其实这第一步的其实需要的就是勇气，对，后面才是你智慧，你能走多快，你的能力，你的耐心能走多远，对，你能走得有多广，那都是后话。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步，你先出去。虽然你害怕，虽然我害怕，虽然你犹豫，虽然纠结，虽然你总恐慌没有发生的事情。是，就像你打包行李，你总觉得差，但你就是去了，没有了，你再解决它。你回过头来，就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聊这个的时候，我在复盘，如果我就不拿行李了，我是不是也能去？当然啊，护照得拿。法国2台出过一个纪录片，叫做《相约未知地带》，特别好看。我跟着你看过一点去贵州的那一段，对，其中中国片，他是俩法国人，一个主持人带着一个所谓的名人，就是电视啊或者电影的一个导演或者是明星啊演员，他之前不告诉你要去哪儿，就是未知地带，于是呢，他会让你试去南极的衣服，去沙滩的衣服，去各种地方，让你猜。对，一般人来中国那要去上海、北京、西安什么的啊。对，2016年去了贵州的一个山区的一个苗寨，不是热门的城市和地方，是一个特别偏远的地方，是一个特别的相对贫穷的地方。那个就是那个演员是直到他上飞机摘掉了眼罩，摘掉了耳机，才知道自己要跳到哪儿去，飞往贵州。去往贵州，他说结果去了那个地方，一个法国人，语言又不通。就是说名字都记不住，朱老普东道后，记了半天记错了。当那个老乡啊特别淳朴的出现的时候，一点都没有隔阂。他们是在那个地方踏踏实实的生活了2周，和他们一起割稻子、养鸡、捕鱼。当然，就是我们看上去是很流畅的，但这个片子准备了2年。他的那个素材和最后剪出来的比是60:1，就是我拍60个小时，我才能剪出1个小时，最后出1个小时的成片。最后就是分别的时候，他们也是特别的不舍嘛。当然了，就特别我看那个忍不住想笑，但也忍不住想哭。B 站里面就有一个人，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因为之前他们还去过什么玻利维亚呀、马达加斯加，就各种你不知道，还有也门，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最后其实他就带了一个包，他就在老乡家新建的一个木楼里面支了一个帐篷防蚊子，因为贵州的蚊子太毒了，其他啥都没有，就那2套衣服就来回的穿的都是一样的。其实他也活下来了，他在当地跟当地人也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们一起酿酒，他要给老乡炸土豆。那贵州炸洋芋可有名了，他给他们炸那个薯条，他说炸薯条要用很多的油，你就看到那个男主人就我们家就明显就感觉到这也太耗油了。整个故事就是他们也聊养孩子啊，就是一个那个女性在就是整个家族包括改嫁的习俗，聊了很多很深的东西。他们相处了15天只剪出了1个半小时，还包括他在法国的准备啊，各种。真正的片子可能就1个小时，但那1个小时足够的深刻，足够的就是触动人心。后来那个演员在最后的时候说，他说他从一个陌生的地方，完全没有背景，完全没有任何知识，没有语言，什么都不清楚，来到这边有一种失重的感觉。我觉得当时失重这个词用的特别好。对，用的特别好。谁还没有失重，然后紧张不知所措的那种感觉呢？面对未知的那种感受都有吧。这种东西是不分海内外，不分古今的。你说完这个综艺，我突然想到前段时间有一个新出的综艺叫《既然出生就环游世界》。我之前在节目里面提到过，我很喜欢的一档韩综叫《我独自生活》。《我独自生活》里面有一个常驻嘉宾叫齐安巴四，他的主职业是画家，连载漫画什么的，算是半个娱乐圈艺人，这样就是常驻的我读的一个
嘉宾。就是那个你说什么有一个摄像头显示他特别寂寞画画的那个，对，他画画，他连载了10年，然后这个作品连载终于结束了，他反而发呆，然后落寞下来，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但是又有轻松的那个片段我讲了。这个电视台又为奇安巴四专门做了一档旅行节目，以他为主角去了南美那边吧，因为我才刚开始看，他是去年12月份出的，我是前段时间才开始看到，应该是先去了亚马逊热带雨林，因为想去那边体验，就是去的更远一点。当时看的时候，有一些网友就说，哇，这好像我独自生活的番外篇，因为又是这些人嘛，对，我独自旅行，对，就是他的番外篇，就讲了奇安巴四一个人从韩国从首尔出发，然后转机到应该是先到秘鲁吧，然后再到秘鲁的当地去看怎么去到热带雨林，他想去钓鱼啊，他要完成他的这个心愿。我想提这个节目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其实有很多种旅行方式或者是旅行模式，那奇安巴四的旅行模式是我这辈子都不会和他一样，就我不会像他一样这么去旅游的。但是我突然感受到他是一个，哇，我特别想像他一样那般的自由随性。他去南美啊，去那么远的地方，他之前根本就不太了解的地方，20多个小时飞机呢，对，他就背了一个包。因为你说到法国人去贵州的时候，那个他也就带了一个包。对，我突然想到奇安巴四也就背了一个包，甚至他的那个斜挎的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健身包的那种状态，他的那个斜挎的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健身包里面都没有装满。我回老家过年都不够。是的，我就是出趟短途，我感觉我的都塞得满满的。我去趟天津，他就感觉他就随手在他的袋子里面塞了2件衣服。啊，只要拿着自己的护照，然后就很轻松的就出门了。虽然我说他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不是我能接受或者是自己能够适应的，但是我很喜欢他那种，哎呀，那就走吧，那就随手装2件，然后就上路了。然后一路上他遇到了我平时也会很恐惧的一个点，就是语言问题。哦，那边说西语，那边是只说西语，很少能碰到说英语的人，除非是可能是大一点的酒店呀，或者是机场，或者是一些服务的景点之类的地方，那其他地方几乎都是西语。但奇安巴四呢是一个完全不会说西语的，英语只会蹦单词的一个人。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英语啊已经，因为我长久的不说。经常说英语，但你是英语专业，我是英语专业，我现在成哑巴英语了，我能听懂，我能看懂，但是你让我说口语，有的时候就不知道该。尤其这3年的停滞，让我感觉自己口语更退步了。你爱人说不定看美剧看得多，比你蹦的还多。对，我就特别恐慌。我出去以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语言问题，我怎么跟人交流啊？我怎么问他这个问他那个呀？但是奇安巴四呢，我觉得我们俩就可以算是一样，但是人家就真的就上路了，所以我说啊，这才是自由或者是轻松，就上路吧，去了再说的那种状态。看这档节目给我的感触特别深，我可能这一辈子、这2辈子、这3辈子都不太会类似的事情，或者是跟他一样的旅行模式，但我很希望世界上有很多他这样的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我就特别感慨，这个世界就很轻盈。对，他会在某一个角度教给你说，你可以按照你的节奏来，但是你也可以放轻松。对，我好想在身边认识这样的一个人。我也希望我身边有一个像奇安巴四这样的人。你感觉你整个人也会轻盈，说走咱就走，风风火火冲就走呀。这唱的不太对吧？这个这就是这个节目给我的一种感受，我很珍惜像他这样的旅行方式，或者是越来越多越好。他可能教你的不是说你要跟他一样啊去很远的地方，或者是你语言不通你也就自己上路吧，你鼓励你一个人上路吧，鼓励你装很少的东西，但是它侧面反映的是你去哪儿的那种心境，是和融入当地的那种感觉。我一直觉得像他们这种人是带着好奇出发。对，这点很重要，你到底是带着什么出发的？就是
可能应该像记者、或者像是导游那样去旅行出门，就是做事儿，就去医院，其实它也是一个出行，就是你去医院出行，或者你去一个你从来没有念过大学，你第一次要出门念大学了，去一个新的学校，你要去一个新的城市，你换了一份工作，你要去一个新的单位，打怪升级，开一个新的地图。就是类似这种感觉。我去跑个题，我去新公司前，我都要给自己做好久的心理建设。我是怕什么？怕不知道该怎么和同事接触，不知道怎么熟悉。但是你去了以后，你就发现你1周之内就都熟悉了。就一定要相信人的这个韧性，对，和适应能力。你其实就是，如果你像一个记者一样，你充满好奇，虽然你不知道今天去吃这碗米粉店我应该点什么，你问一下老板，你们家最好吃的是哪个？卖的最好的是哪个？你吃这个搭什么呀？搭杆子还是搭那个小菜呀？你去咖啡店，哇，一个特别好的什么精品咖啡店，您给我介绍一下呗？您方便给我介绍一下吗？其实互动就产生了。就是你带着这个好奇，那别人不搭理你不就算了吗？他万一跟你说这杯子1500你买不起，你就说对我买不起，那有1400的吗？就反正你就找一个什么，就是你带着这个好奇，别怕尴尬，紧张肯定是存在的，反正就先问呗，也还是会尴尬。对啊，还是会尴尬。我们在之后还是会遇到我们之前没有接触过的领域，或者是没有去过的地方，没有尝试过的东西，那还是会带着这个怎么弄啊，还是会带着这样的情绪上路的。说实话，我现在去三里屯，去北区，我还是不敢进那些什么 Chanel 啊 Celine 啊。三里屯还没有 Chanel 没有是吧？那就国贸吧，国贸啊，就是爱马仕啊，我还是不敢进去，我还是会紧张。我跟我朋友说的是，我看不上的东西，我不买的东西，我都不进去，所以我根本都不进去。我其实知道我不属于，我跟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可联系性。如果我带着非常强的目的，我今天要给我自己买个包，我进去，我可能还会有一些感触。但我现在的话，我有时候我经常有时候去国贸，去 SKP 或者去芳草地，我可能会有那种我是去吃饭，或者我只是在商场里面转一转。我遇到这些大牌店的时候，我依然会非常紧张，我不敢进去。但是你问我要不要进去，我不要进去，因为我知道我不会买。就我的经济啊，我只是说我自己的例子，是我的个人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撑我在这个店里面很舒适。我知道我仍然会尴尬，我就算想买一件 Max Mara， 我进去那个店看到那些，我可能第一在意的可能还是他的钱，因为我真的是没有到那个消费的水平。我也是，我不会主动去接触不属于我的东西。去优衣库我就舒服多了。我要去无印良品，对吧？我很舒服呀，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地方的东西我已经有一个预设了。但我第一次去无印良品也不是这样，我甚至会保留我，比如说当时好不容易去了一趟上海的无印良品，买了一个，我把那个袋子呀要留着，然后回就是学校之后，那个袋子会循环的利用好多次。我第一次喝到星巴克，也是我第一次到北京之后。然后我终于会点星巴克了，点了一杯星巴克的咖啡，然后上面写了一个张女士，我就会把那个有张女士或者是写你无论你当时留的什么名啊，英文名什么的，那个杯子就留下，然后把杯子洗干净以后就摆在桌子上当一个装饰品。我们不舍得扔，我们好猥琐，但是好真实。这就是我，这就是你。可能我觉得好多我们这样的，对，绝对不止我俩。对。但是我依然紧张，你真的就是好奇妙呀！现在还是会慌张嘛？对啊，我还得再收拾行李，我可能还会再一边收一边慌着，一边收一边慌。那准备就是下一次收的时候，我就把这期节目打开。下次做一个飞船之前，提前问一下，去火星之前，我先问一下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吗？那个，你们宇宙飞船的那个安全带怎么扣啊？不会有外星人带我走吧？不会要戴头盔吧？你们这个中间能吃吗？厕所在哪儿？怎么转飞船？怎么转船呀？怎么加燃料啊？哎呀，聊一聊反而就没那么焦虑的那种紧张感了，而且会继续这样，可能下一次还会有下一次的紧张，一定会。但至少会有声音说你就紧张是很正常的，然后紧张也会过去的。
就你不要害怕去，也是跟自己说吧，就不要害怕紧张而逃避它，反而把自己弄得特别特别的，就是一个整个人就是一个怎么纠结体缠一身的那种，轻松吧，郑重拿起，轻松放放下。你缺什么了，你就完全可以说，哎呀，你可以变换你的说辞。当你漏掉什么东西，或者当你到了一个什么地方，你发现有些好像不受你控制，或者是你可能要，哎呀，感觉怎么做错了还是怎么着，可能从之前的责怪自己啊，你怎么这么粗心，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啊，你怎么这个你也能出错，而转变成错就错了呗，对，人少就少了呗，我改不就行了吗？错就错了，下次改了就行了呗。你能解决吗？那如果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东西，能解决吗？换一个方式解决吗？可以，那就解决了，解决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不要再责怪自己，说我为什么每次都要出幺蛾子，我每次都要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已经活得够累了，就不要再给自己徒增很多不必要的紧张或者是责备之类的。作为一个出门经常会碰到下雨天，经常会遇到莫名其妙酒店吵吵闹闹的人，酒店噪音紧张啊，你会恐慌吗？你甚至可能会有心理阴影，就是在你每一次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预设，哇塞，我这次不会又住在最顶头的那一间房吧？我楼上的人不会又要制造噪音吧？如果你是带着这样的心思出门的话，真的很累。把你换成我。如果我每次都对不起艾瑞斯老师，是我就我如果每次都带着这样的心态出门的话，我自己觉得自己会是个累赘。如果我身边有同伴的话，同伴也说也是个累赘。如果我又遇到了下雨天，我咋办？那就享受雨景啊，打着伞出门去逛啊。如果我延误了火车怎么办？那就等下一班啊，或者是改变你的行程嘛。如果我现在收拾行李又紧张了怎么办？我就把这期节目打开，告诉我自己漏就漏了吧，剪不完剪不完那你不行啊对不起，我紧张了现在该我紧张了。就好像事情都有能解决一点的办法，但可能就不是那么完美，所有的事情都能够以一个最完美最优秀的那种方式去解决掉，但是它总有出路。陈绮贞有句歌词说，为什么你总相信每件事都有解决的办法，这唱的你肯定听不懂。我确实是没听出来。